嚯，我跟你们讲，今天啊，这个心情很兴奋啊，起了一个大早，因为呢，我约了一个你们都很喜欢的女嘉宾，等一下中午呢就要一起去试驾 MyV 小改款啊。看到很多人啊，在关于 MyV 的 Facebook post 下面啊留言，讲了很多疑问啊，很多想要知道的东西。等下我也会一点一点的为大家解释清楚啦，包括我会尝试使用它的 ACC 自动跟车，看一下这一项功能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特别的好用啊。当然 ACC 自动跟车这一项功能比较可惜，要到 AV 版本才有啊。还有一点就是啊，要到顶配版本，就是 AV 版本，它才会有 reverse camera， 这一点是我比较不能接受的啦。然后讲到 reverse camera 啊，就要讲一下我的这辆 Proton Satra Neo 已经安装了 reverse camera 啊。其实它不单只是一个 reverse camera， 还是一个 dash cam。当然还是要非常感谢 Dasher 啊，为我寄来了这一台70迈的 Rear View Dash Cam Wide Set， 而且是一个 Night Version 哦。这一台 Dash Cam 呢，它的安装方式啊非常特别啊，是把它装在我们的原本中间这个望后镜上面。因为我曾经看过啊，很多那些小牌厂商啊，他们这个 Center 的望后镜装上去过后是隆嘎的，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信心。但是70迈呢，他们非常贴心哦，他为了不要让它隆嘎，它在安装的过程中呢，是用那一种 rubber strap， 就是可以完全 fix 到美准的，而且安装上去过后呢，它的这个镜头啊，还是可以自由调整角度的。在它的画面打开之前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望后镜罢了。所以如果你怕会有多一个画面影响你的视线啊，你就把它关掉，它就是一个普通望后镜，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跟 dash cam 一样的功能，不止拍摄前方哦，它还可以拍摄后方，这一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reverse camera 来用啊。现在我的这一辆 Proton Satra Neo 呢，又可以拍前方，又可以拍后方，出门的时候呢，那个信心值啊，绝对是加倍的啦。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一台望后镜款式的行车记录器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就可以找到 Dasher 他们的官方网店，点击进去你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OK， 我们现在就 Let's go 去试驾小改款的大马小钢炮 Proton MyV。Let's go！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是 MCMI 陈妹 Kelly。我们终于又来合作拍影片了，然后今天没有，好像要下雨。对哦，哎呦，希望不要下沉啊哦。OK， 今天拍的这一部影片呢，你们一看这个 interior 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车款了啦，红的这个椅子的边啊，老实讲我觉得不是很美啊，有人讲很像那个 baby car seat。OK， 这个 MyV 我自己还没有试驾过，现在是第一次要试驾这个小改款的 MyV， 很想知道一下它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提升呢？你有试驾到了吗？这样子加去一圈罢了，不算真正试驾，所以还没有很明显。没有，我还 feel 不到其实它的牙箱，它是换了 DCVT 牙箱，到底它的感觉是怎样？之前是 4AT 嘛，现在是 DCVT， 引擎方面还是一样啊，一样是那一颗1500cc 的 Dual VVTi engine。OK， 因为这个是 AV 版本啊。打去 reverse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reverse camera 啦，这个 reverse camera 的画面我觉得 OK， 不错的，很清楚。为什么会响啊 ？RCTA 吧？有车没？刚才没有有鬼。这一辆 MyV 它不只有这个 reverse camera 啊，它有那个 RCTA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有车没？我是没有看到有车，是没有车嘞？为什么他自己在那边逼爽了？他刚刚在逼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 side mirror 那边哦，有盲点警示的 logo， 要在 AV 版本才有哦，所以算是有一点可惜啦。希望以后 Proton 可以把这一项功能啊下放到更加 low spec 一点的车。刚刚那个 reverse camera 也是啊，要到 AV 版本才会有。AV 版本之前的什么 H 版本啊都没有这一项功能，这个也是算蛮可惜啊。所以如果你要买到更加完善的这一种 accessories 啊，你就要买 AV 版本啊。不懂有没有人就买 AV 啊，然后不要这个椅子？有问到啦，有提到，可是不行。我真的，它是一整个配套来的。我真的不喜欢呢。可是我个人我可以接受哎。是吗？我可以接受啊。我不可以。我蛮喜欢色彩鲜艳的。OK 啦，有红色是 OK， 可是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太亮了。然后不止椅子是红色，之前的 MyV 啊，在 dashboard 上面有那个闪瞎人家眼睛的那个 chrome 条啊，在 AV 版本它也是一个红色的。
然后这个红色其实还蛮漂亮的啦，它的红色是很鲜艳的红，不是那种死红色。OK，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然后如果是你买的是 H 版本或者其他版本的话，它是一个雾银色，它也是银色，跟以前一样，可是以前的是 Chrome 嘛，会直接反光。这一次的是不会反光啦。难道还有看你的视频？很难讲，这个有做到改变，这个是值得给他一个鼓掌啦。然后因为现在是有点塞车，我们还试不到这个 DCVT 真正是什么感觉。但是因为它这样子塞车啊，我们这样慢速前进一点点，前进一点点啊，我感觉这个 CVT 啊，你放掉你的 brake， 它往前滑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个很明显的 jerking， 至少现在没有体验到啦。然后这个 DCVT 哦，你知道它跟 CVT 的差别吗？解释一下。它跟一般的 CVT 不一样，就是一般的 CVT 是由钢带来驱动嘛，它这个 DCVT 也是用钢带来驱动，可是到高速的时候，它会接入一个齿轮，所以变成好像普通的 AT 这样。这样哪一个比较好哦？其实是 DCVT 比较先进，而且更加省油。这个 MyV 啊，官方的数据啊，它的燃油效率啊，是每公升可以走22.2 km， 太夸张了，我这个很像 hybrid 这样啊。但是官方的数据啊，我们真的是看看就好啦。最主要还是真正用起来吃不吃油啊，这个还是要等到日后有真正的车主。如果你现在才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你的 MyV 3代半啊是省油的还是吃油的啦。OK， 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比较慢速行驶的这个 DCVT 的感觉是怎样啊？其实 4AT 跟 DCVT 你换牙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AT 你在换牙的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那个换牙感觉，RPM 会 drop。CVT 就没有换牙的感觉，就好像用一个齿轮在走到弯这样子啦。City Drive 啊，你一直要换牙的那一种情况，如果是传统 4AT 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很烦啊。当你习惯了 CVT 的那一种舒适跟它的那个顺畅感啊，你很难再回去那种传统 AT 变速箱。让你觉得乘坐体验怎么样？没有分别咯。没有分别啦。我还是觉得它的椅子会比较小张一点点。跟什么比？即使是跟我的 Satya Neo 比，Satya Neo 放在 MyV 旁边还要更小台。可是它里面很宽啊。不是很宽，它的椅子是比较有包覆性，跟支撑也比较好。这辆 MyV 的椅子感觉就很2D啊，就很平面，坐的地方是平到完的，背这边靠着的地方也是平到完的，就是很平的一个椅子啦。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好讲啊，当然也没有很明显的缺点啦。OK， 因为这一辆是顶级版本的 MyV 哦，AV 版本，对，所以它在这个主被动安全配备方面啊，是给到非常丰富的啊。6颗 airbag 这种不讲啊，因为在 H 版本啊，还有其他版本已经有了 ABS、EBD、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这些都是标配的啊，这一点真的是 good job bro。然后 AV 版本呢，它还增加了一个 PSDA 啊，这一次呢，它是可以做到自动跟车。其实我很期待啊，接下来的1年，接下来的2年，在5、6万块的这个价位啊，都可以以 Perodua MyV 作为一个榜样，都把他们旗下的车啊做的有这一项功能。我想问一下，的 Vios 有吗？没有办法做到自动跟车。那这一台是可以自动跟车的。OK 啊，看到吗？这个是 Lane Departure Warning，就是如果你在跨过隔壁车道的线条的时候，你没有打 signal， 它就会帮你摆回矫正。因为有时候我们驾车会驾到疲劳啊，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旦累的时候，不小心跨过去隔壁车道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哔哔哔，然后再帮你摆回来啊。如果你有打 signal， 像现在这样子，它就不会 warning 你啦。现在是使用这个 ACC 自动跟车，我可以在这边用加减来设定我要跟它的速度是多快。OK， 我现在设定100，只要前面的车价少于100，它就会一直跟着它。OK， 你现在你的距离是放应该是最高50米的，如果它慢下来了，跟你少过50米的话，你的车也会放慢，就会放慢速度，跟它尽量保持在50米的。真的有放慢前面的车它放慢了，然后我们的车也放慢，有感觉到它慢？有。然后我现在油门啊跟 brake pedal 是完全放开的，当你踩了刹车过后，它就会解除。OK， 这一项功能啊，在市区不太好用啊。是。Highway 一定很好用 ，Highway 很好用。OK， 其实我是蛮依赖 ACC 自动跟车，因为之前就有一间厂商他借我他的车2个礼拜，他的那台车就有 ACC 自动跟车，
哇，我真的觉得太好用了。可是，在 highway 才会用到啦，在市区你难免会每次时常会有车切入，所以你要自己 tap brake，然后你要再自己再 set 过。对对对啊，但是这一项功能呢，它既然它有，如果你在走 highway 的时候你用到它，哎，就值回票价了。真的，你的脚就比较酸了。是是是啊，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 ACC 自动跟车，然后养成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的习惯了。No。OK， 因为这个是一个 AV 版本哦，所以它的 meter 是不一样 design 的啊，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有一些红色的线条，中间有一个 color screen。OK， 这个 color screen 啊，在看照片的时候觉得好像应该很小个，但是实际这样看起来，我觉得 OK， 蛮漂亮的。那你对这辆车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我觉得还蛮耐看的。我收回我之前觉得难看的话。对。然后这一辆车哦，它的这个排档杆这边是 PRNDS， 还有一个 B，S 就是 Sport Mode 啦，上斜坡的时候比较有力。然后 B 呢是陡坡缓降，其实是一个让你下山的时候用的一个档数，就是会让你的车就是用比较轻的牙，你就不需要一直踩你的刹车，不然你的刹车皮会过热。然后不止这些哦，在 Steering 上面还有一个 PWR Power Mode， 就有点像以前的 OD，Overdrive， 以前第一代的 Myvi 哦，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在排档杆那边有多一粒按钮，就是 Overdrive，让你的车变得好像突然比较有力这样子啊。这个 Power Mode 应该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其实这个 Steering 也是 Ativa Steering 整个照搬过来啦。这个 Steering 我觉得也是好看，对，功能也很齐全。所以这辆车顶配版本的 AV 版本的，现在是卖多少钱啊？58800还没有加保险，可以买到有 ACC 自动跟车啊，然后又有一个全新的牙箱。这个牙箱真的嘞，我这样试驾到来啊，我觉得整个过程是很 smooth。现在这个 Myvi 虽然说它的牙箱、它的一些功能是跟 Ativa 一样，可是它多一个 Ativa 没有的。然后也是一些现在的 Ativa 车主有一点你为什么 Product 偏心？我懂了，那个 Smart Tag 不是咩？不然呢 ？Living Home 的功能 ，Living Home 就是当你晚上的时候你解锁车，它会亮灯。这个 Ativa 没有。Ativa 没有。AV 版本的有行车记录器，有 Auto Headlamp 哦，1.5以上都有 ，X 版、H 版跟 AV 都有。赞！所以我觉得啊，这个 Myvi 它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体的状态了。它好像该有的都有嘞。都有了。你要嫌它吗？我别的车没有的 Smart Tag 它都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嫌的。人家有的它也有。我好像突然觉得它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对，它已经真的很好，而且它还把价钱控制在6万块以下。你会觉得这贵吗？因为有些人说好贵哦，我再 top up 一点，我就可以拿 Yaris Toyota 了。Toyota Yaris 的，你觉得这个价钱？我不觉得贵耶，因为我觉得啊 ，Yaris 跟它来讲的话，你买到的 Yaris 是最低配的 Yaris，你不可能会有 TSS 啦。就算你买到最 high spec 的 Yaris 啊 ，G spec， 它的 TSS 也没有办法做到自动跟车，而且到时那个价格就差更多了。对，我觉得这一点 Myvi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卖点。甚至如果你问我想要买一辆车来代步，价钱 set 在这样子的话啦，我真的会想到 Myvi。而它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上一代的产品，它很好，它真的没有很差，它真的很好，但是它就没有 ASA 啊。没有 ACC 自动跟车啊，这些东西你想象一下，你们在同样一个时期花接近的价钱啊，买了同样一个 segment 的车，但是2年后，你看到一些新车发布，全部都有这种 ASA 啊，都有 ACC， 你的车没有，然后你也才驾了2年，那个心情一定很不好受。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做比较啦，我会比较偏向于这一台。还有它的那个自动调节远光灯也是很赞诶。这一点虽然在 Ativa 那边我有看到有一些人投诉啊，它的那个自动远近光灯啊，就不太灵敏，有时候前方车辆来了，它还不会把它dim下来。是啊。对，然后就会给人家闪高灯，就不晓得 Myvi 有没有提升了咯。对，我相信他们的整个 engineering team 啊，也会发现这些问题的。这个他们应该会做到一些提升啊，一些氛围上面的 update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 Myvi 它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套了，它把该有的东西通通都丢给你。就唯一让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就是 Perodua 它没有一台这个尺寸的 sedan 车，就是 B segment sedan。所以如果 Perodua 有 B segment sedan 的话，完蛋，它的对手全部收工。B segment sedan 就是 Persona 的等级。Persona 的等级啊。对，Persona、Vios、Beza 还是属于 A segment 的，而且 Beza 的后座跟 Myvi 的后座相比起来，Myvi 的后座舒服太多了，而且现在的后座又是2段式的啊，从上一次的改款过后都已经是2段式的了，所以我觉得 Myvi 在这一次的小改款过后，我们买到的东西啊，我们用
用到的这些钱换来的这些东西是很值得的，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配套。基本上你不需要加什么东西了。对，它已经把很多之前的一些小毛病都修正了。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反光。可是你现在觉得这个还会吗？不会，完全不会反光了。总结一下这两 MyV 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MyV 的提升，它有把一些缺点就都修正好来，然后它有把一些时下最流行的一些功能啊，好像这种 ACC 自动跟车啊 Level 2的，然后还有这个 RCTA 啊，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盲点侦测这些东西，通通都有下放到这辆 MyV 上来。它就好像是你本来在吃一碗很好吃的面，然后变大碗一点，然后多料一点，啊，那个感觉就很好了。因为现在万物都在起价嘛，所以它既然是起价了，有加料，那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 OK 的情况。MyV 3.5代值不值得买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 Perodua 的新车，你们可以找谁？买车首选卖车妹。他的 WhatsApp 啊，还有他的 WhatsApp 可以放吗？可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收钱不了吗？联络方式啊，它的资料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一边啦。那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错过了我之前在发布会的时候拍摄的那一集影片的话，想要看到这一辆车的 exterior 啊 interior 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看一下啦。好，在影片结束前，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一路以来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买新车、二手车、recon 车，还是想要看一些新车新闻消息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一下啦。你们还想看到我跟 Kelly 卖车妹拍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以后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啦。OK 啦 ，OK， 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没有下雨，耶，没有下雨，大太阳哎，我们打破魔咒了，打破魔咒了，真的。Good， 应该是第一次。什么？我们第一集合作影片是 Exora 下雨。对，然后后来沙嘎也下雨吗？沙嘎也下雨，每个都下雨吗？然后上次要试驾那个 Ativa 的时候，结果不成，因为下大雨，大到我们要取消到那个拍摄。对，我们试驾 X50的时候也下雨。对，所以是第一次哦。破除这个诅咒了。终于破除了。我刚才以为会下雨天很黑。对，不会下的。不会下，我也打破了。